嗨，我是老板。很多人敲碗说要聊同居的话题，因为大家都很难决定到底要不要同居啊。那我们今天来讨论同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哦，我们收集到啊有同居经验的人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就是讲出同居其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能是大家没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啊，新鲜感很快就没有了，一下就进入冷淡期，会这样吗？会啊。因为你变成朝夕相处嘛，对啊，每天见。对，你以前可能是在外面约会，再怎样你玩个8个小时、9个小时也该分开了吧？对，同居变成你24小时都在一起，看得好腻哦。那你是不是一天是别人的3天，对不对？那你如果交往1年就是别人的3年哦，好久，那意思吗？大家都没有实际量化过，对不对？对，老夫老妻了，所以就很容易一下就变平淡，就你们进入平淡模式会更早。度日如年，度日如年，有到这样？这个网友跟我们分享啊，最主要就是啊。你会开始都素颜相见，为什么？以前约在外面，你是不是都化妆打扮完才出去那边碰面？他看到你永远是美美的样子。对。好，现在变成是他看到你是起床的样子，然后有些人就会在这种情况下想说啊，他都看到了，那我干嘛还化？就开始素颜了，连出门都素颜嘛。对，因为你之前是出门，你要让他看的那时候，你会先化妆。可你现在是，反正你现在起来的样子跟穿睡衣的样子，他都看到了。他突然觉得，那你都看到了，那我就大概随便穿一下，然后简单弄一下，他就没有像以前约会那么精心打扮，一定会懒散掉，因为他都看到啦。啊，这样会变很丑。因为你要想，你们现在是要从那个地方一起出门，然后以前你们是约在电影院见，或是约在餐厅见。或者是他到楼下接你，你想要那1秒让他看到你很美，有没有？还要香香的，对，还要香香的。现在就是没差，他都看到你还上完厕所才出来要打扮，然后嘴角还有口水痕，牙膏自己还没擦干净，就是什么东西他没见过，甚至有时候也不出门约会的，就在家里约会。这超烦，对不对？就是周末开始不出去，就看剧看1天，然后叫外送进来吃。对，等于都没出门。对，可是有时候女生也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也懒，自己也懒散了啦。对啊，对，所以不用化妆，很快的那个新鲜感就没有，因为你没有约会感。男生是会看腻吗？我觉得男女都会，女生都不要只想着说男生会看腻我们啊，你会不会看腻他？对啊，你整天看他穿4角裤在那边拍照，我会觉得很性感。那要他真的有性感。所以我是觉得互相都会看腻啦。那我觉得这一点的破解方式是，你们不要真的每天都24小时相处，你可能要有一些时间是你自己去跟你的朋友相处，他自己去跟他的朋友相处，你们那天可能没碰到面，然后回家才碰面。不要真的每天24小时在一起，然后尽量就是如果可以，有时候偶尔还是可以约在外面。就是例如可能他早上跟他哥们去打球，然后你就约吃中饭嘛，那你是不是又有一个约会感呢？因为你是要去外面跟他碰面，或者是你们可能是约平日，就是他去接你下班什么的，而不是就永远都是待回家里见哦。对，就是你还是营造一些约会感出来，不要真的每天都从这个定点一起出门，不要所有行程都绑在一起。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同居，不要因为同居而失去很多其实男女朋友本来谈恋爱会有的东西，你那些东西没有了，约会感、新鲜感没有了，有时候真的是蛮容易腻的啦。对，因为你比别人少了那些东西嘛，那本来可以撑3年变成1年，还是大家觉得这样也蛮快的，也不错，蛮有效率的，可以赶进度，1年换一个。对。第二点呢是他说吵架的时候还得在同一个空间里无法冷静，好像会齁。如果你同居的时候然后大吵架怎么办？没有人想要离开那里，你就等于得窝在那边一起面对面生闷气。你不能甩门离开耶，因为那我要睡哪里？我会跑回家。那也是你必须原生家庭也在那里啊，同县市啊。可是很多人没有同县市啊，所以你没有地方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先站到床的人先赢，有一种你不想要靠近他的感觉，可是你又想睡觉，就默默爬上去。我会耶。对啊，所以就很尴尬，背对背拥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套房。他们吵架，另外一个人就去厕所，那怎么办？你还是要出来啊！就是会硬要在同一个空间，可是你们在吵架或冷战，是不是更尴尬？对，因为你都看得到对方现在在干嘛，他现在在打电动，他现在在吃泡面，你都知道哦。你不像以前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是你会想看他现在在干嘛，他是不是在反省？你完全知道他漠不关心，他在打电动。那我会吸引他注意，我会故意把东西开始在那边丢东西，然后摔门什么的，故意很大声。所以这个架就会吵很久。而且你会因为他在旁边，你没有办法冷静，你甚至想要打电话跟你朋友说，我刚男朋友怎样，你找不到地方打，你要躲去厕所，你是不是没有办法立刻跟你朋友讲，只能用打字的？对。然后边打字还边看他一眼，然后说他现在因为他那边都打电动，完全无所谓。还是故意打给朋友讲很大声，然后我会。所以就是我觉得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会没有办法有彼此冷静的时间，你等于就是持续在吵，因为你会觉得这3天都在吵，因为他就在旁边啊，就冷战。可是平常冷战是我可以不用看到你。但是这个冷战是你们都知道彼此现在几点回家，然后他在干嘛，越看越讨厌。我们讲一下这个粉丝说的，他说他是吵架的时候离家出走。我跟你讲，这就是没有想清楚，同居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离开那里，离开那里的人就输了，因为你还是你自己要回去，就很尴尬。所以千万不要夺门而出。
要也是他夺门而出，可以把他锁起来。他离家出走，然后男友那时候没有拦下他，他在按电梯那时候想说啊，他应该会来，可是他没有来，好，他就出去了，他就跑去百货公司闲逛，然后耗了一整天，最后回家又不想进那个房间，就只好睡客厅沙发，然后一边又很气说为什么是我要睡沙发，为什么不是你啊？因为你夺门而出。然后同居男友隔天正常上班，然后也没来问，没来吵哦，好讨厌哦。然后他有种为何我就只能乖乖回家的感觉，难道我要装没事吗？他就觉得这种吵架跟那种以前分开没有住一起的时候的吵架完全不一样，好无奈哦，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不管男生女生，你们同居的时候遇到吵架有这种感觉，欢迎留言哦。我的建议是啊，如果同居吵架，真的不要随便离开那个房子，就是但我会觉得需要放空，所以最好是有一个可以小放空的地方，例如一个什么，如果有个小阳台的话就很好，可以暂时去那边跟你朋友抱怨一下，然后他可能听不太到这样，或者是女生如果是能够泡个澡转换一下心情的时候，出来又不一样了。如果有个客厅还好，但就怕你们是一个大套房，没阳台，你真的是没地方去，对，有厕所，对啊，那厕所又很小，你又不可能窝在那边窝多久啊？没关系啊，不要让他尿尿，就是想办法怎么整对方就对了。那你也出不去啊，你也整到你自己啊，至少我可以尿尿。好烦。第4点啊，是同居之后省的房租会回不去，比方原本我们房租一个人可能要15000，可是你们加起来有3万的预算之后，你们可能只要25000或2万就可以租到更好的房子了，然后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大家的量体变大了嘛。好，你住习惯这种25000的房子的时候，你回不去你原本15000的小套房。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有点天龙国的物价啦，对，就是那个差1万，有时候就差好几坪了。你住惯这样的生活品质，你有时候回不去你自己可以负担的那个1万15000，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会发现你去看1万15000的房子的时候，跟你现在住的差很多。这个我觉得很实际，真的是有一点由奢入俭难。然后不管男生或女生，有时候都会因为这样而不想失去这个好处，有分母的好处嘛，对，降低了你的生活成本，可是得到更好的品质嘛。那他是不是可以找朋友住？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跟朋友住跟男女友住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男女友还有别的好处嘛，你也知道。我没说，你干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同居之后你回不去，就会有点尴尬卡在那边，因为你回去自己的预算的时候会发现，哎呦，好像没这么好的地点跟房子，会不想放弃对啊，可是你不想放弃的是房子，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点也是蛮特别的。如果是没有同居经验的人，真的也可以思考一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第4点是想分手的时候很麻烦呢，是谁要搬离这里？那如果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你们的各自的预算都没有办法再承租那里，所以是2个都要走，对不对？那想分手的时候不止这个麻烦，是通常我们要分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冷淡期或什么，可是你同居你怎么冷淡？你每天还是睡在一起，要怎么冷淡？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分手，所以你要先开始找房子咯，然后提完分手立刻走，就是麻烦会比各自有各自地方的人多蛮多的。因为你原本有各自地方的人，你可能真的讲个分手，再纠缠个几天或几个礼拜，就真的分了嘛。你原本的空间都不受影响。好，你现在同居，你要提分手的时机点很尴尬因为你提完，然后要一起再回去睡，还是你要先都搬完再说分手，甚至搬完再提啊？那你在搬的时候就问你，一夜被搬空，对啊，你要怎么说？你要说我突然不想跟你住，就在搬的时候顺便提。边搬边提。我要跟你分手哦。有一天早上醒过来，发现你在搬东西的时候说，我要跟你分手。我有一个朋友是，她趁男友去上班的时候搬空，对，请假去把东西收一收，然后那天晚上分手。他就是像你讲的，准备好了，就是会需要多思考这些部分，因为你讲完分手才要开始搬，很怪，而且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讲完分手，有些人就会变成怎样了，开始吵东吵西，搞不好东西你就搬不走。对，有可能。对，就很多事，这样子听起来会觉得不要同居比较好吗？我只能说不要同居比较自由。你想要分手，或是真的觉得个性不合的时候，你同步可能开始要放机会给别人。同居的时候不好处理，真的对不对？教坏小孩没有，就是有时候是你已经确定个性不合，你确定要跟他分手了，只是你就是还没提。那有些人通常如果是自己住或分开住，你可能就冷淡掉了，先慢慢的减少联络，没有联络，然后你开放给别人机会，就是你可能开始会跟大堆头的男男女女出去，然后你心情整顿好，想说好，那我确定真的是可以分手了，转移这个重心了才提的嘛。那你同居就没有这个过程。因为你跟别人出去，或者是跟大堆头出去的时候，他就会一直问，那你今天又要去哪？要慢慢铺着分，好像都没有那么容易。对。但是同居当然也有一些好处。那我们今天讲的大部分是网友提醒我们的一一些坏处。那小编们到底有没有同居过的经验？没有，没有。但我曾经很想要跟他同居，因为我想要下班回家就可以看到他。那你可以去他家啊。可是他就不给我去他家。为什么？有鬼？是原生家庭吗？他就说，对啊，是原生家庭，所以他就说不方便。我觉得如果各自都还住在原生家庭的人，真的会很想同居。对，因为你们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约会空间，或是想要有自己在一起的地方，总不能就是每次都在外面约会完，然后就要拜拜，对啊，然后又各自的家都不能去，所以通常都是
这样的人会很想要赶快同居，就很想跟他一起睡觉，单纯的睡觉。OK，我知道啊，很多人啊谈恋爱都会想说，到一个程度之后，是不是应该同居看看，才能确定适不适合跟他结婚？对因为会想说，没跟他住在一起，怎么知道我们合不合呢？对，但我觉得不用因为这个就一定要同居，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借由可能你去他那边住几天，或他来你这边住几天，同居个几天或1个礼拜，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了。你不用真的一定要放弃自己的住所。我会觉得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住所还是比较好一点，然后想同居的时候又可以同居，就是不论谁去谁那里。不要为了想要测试合不合，就要退掉自己的房子去他那边住。哦，对，那你就没后路，对啦。大家都可以思考看看，你觉得同居好还是不好呢？有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有更多的不好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给想要同居看看的人一个参考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